欢迎回来。这节我们讲一下如何在工作线程中去获得计算这些数据。首先我们举个例子，在单线程的情况下，我们一般是在这个函数 native update animation 中去计算的数据。我们可能会这样做，比如说 word velocity 我们等于这样 character ptr 点 get 然后 get velocity。现在我们想要把这一步移动到工作线程中去完成，我们把它 Ctrl X， 然后在这里 Ctrl V， 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我们每一个数据都在后台去计算。那么这里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线程安全的问题。首先，我们这个 word velocity 它属于一个 U property， 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 U object 中的成员变量。我们的 U object 呢，它是一个非线程安全的对象，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后台线程、工作线程中去对它进行任何的操作。所以我们这边这个操作中对 U object 中的成员进行了一个赋值，而且我们还获得了这个 U object， 然后去调用了它的一个方法。这边两个操作都违反了线程安全的一个原则，所以这个操作是不行的。既然如此，我们直接在游戏线程中来进行读取了。因为像这样子访问一个 UObject 的成员变量成本是非常低的。我们真正需要考虑的是，将来有可能会进行非常复杂的计算，我们不希望那些能影响我们的性能。那么现在我们的思路就是在游戏线程中进行读取，然后把我们的数据传递给工作线程，在工作线程中我们进行计算。但是现在又有一个问题，由于这两个函数在不同的线程中，它们的调用顺序是不固定的。在虚幻引擎中，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函数会先被调用，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因此我们只能够当做它们的顺序是随机的，这就导致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先由这个函数读取完数据传递给这边，然后这边计算最终拿来使用，除非我们一直阻塞着这个线程直到这边读取完。但是这样做的话，我们又失去了高效的一个目的。因此我们现在的想法是在下一帧开始的时候再去应用数据，这样我们就保证了两边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的渲染始终比实际要慢一帧，这就是我们用来换取高性能的代价。不过实际游戏中没有人能够注意到一帧的差别。好，我们继续。我们需要把这边读取到的数据传递给工作线程，工作线程在计算完之后又需要把数据给传递回来，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数据的载体。工作线程并不能直接去访问这些成员变量，因此我们需要创建一个结构体，它包含我们所有这边成员变量的信息，然后以该结构体为基准，在这边创建一个普通的变量当做我们的载体。我们现在先来创建这么一个结构体，找到插件目录 Public， 右键添加一个文件，我们把这个结构体单独放在一个通用的定义文件中，我们叫做 myAnimationDefinition。 头文件点 H 确定。好，我们加一些必要的信息。首先 Progma once， 然后我们要 include call minimal， 然后我们开始写我们的结构体。subject， 我们要给它起一个名字，首先 F 开头，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C++ 原生的结构体，我们叫做线程安全的数据 thread safe
，anim data catch 缓存。好，然后这边呢，由于我们这个东西它主要是用于多线程的，我们可以加上这样一行 AI G NAS Wonderful catch 杠 line size 好，这一行主要是优化用的，不加其实也可以。好，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要把所有的这边的数据放到这里来，我们直接来复制。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回到这边，在下面加上属性 private， 我们复制这个，然后我们叫做 anim data buffers， 因为我们需要创建两个交替的使用，待会儿来解释。那我们直接在这边给它定义成一个2的一个数组。这边我们没有把这个定义加进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头文件给引入进来。我们在引入头文件的时候，不要引入到这个 generated 点 h 之后。这一行必须得保持在最下面。include my animation definition 点头文件点 h。好，像这样就完成了。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这边为什么要创建两个载体。把头文件放过来。由于我们这边的两个函数调用顺序是不固定的，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想要在游戏线程中每一次开始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先读取所有的数据拿来使用。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下面这个函数它可能已经被调用过了，它已经计算好了数据，并把我们上一帧存好的数据给替换掉了。这导致我们在这里读取到的数据有一半是这一帧的，另一半是上一帧的。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因此我们创建了两个载体。在一帧中，我们只读取第一个载体，只写入第二个载体，然后下一帧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两个载体给交换，这样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好，现在我们创建了两个载体，并且它们在每一帧会进行交换。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当前读取的应该是哪一个载体。
所以我们需要在这边加一个标签，我们用一个 int 的值，把它叫做 read index current read index， 让它等于0，current。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当前应该读取哪一个这个 buffer， 然后在下一帧的时候，我们把这个从0到1之间切换就好了。好，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我们正式开始写这边。这个先不要删掉。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这个函数中需要做的事情？首先，我们读取这个 buffer 中的数据类型，复制过来。我们用引用的形式，然后这边我们叫 game buffer 等于这边的这个值，然后我们要把这里面的数据赋值给我们的这个成员变量，等于我们 game buffer 中的对应名字。下一个。好，全部复制过来了。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处理直接读取的数据，我们需要从我们的 character 身上拿到这些数据，所以我们先要判断它是否合法。if character ptr 点 is valid， 我们才进行接下来的操作。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哪些数据是需要直接读取的，哪些是计算的。比如说这个是读取的，这些2D 的都是计算的。这个是读取的，2D 的是计算的，这个都是读取的啊，这个是计算的。但是这个 delta location 有一点特殊性，就是它需要知道2帧的数据，我们需要用当前帧的数据去减去上一帧的数据，所以我们先把它给拿出来。因为如果我们先把这个 word location 给替换掉之后，那么这个 delta location 2个 location 相减就等于0了，所以我们在处理覆盖掉 my word location 之前，先把这个给计算出来，等于 word location 是上一帧的一个数据，我们需要用这一帧的数据去减去上一帧的数据，所以我们这里先得到 character ptr get actor location 减去我们复制的这个值，然后它们的长度好。当然这里我们不是对这个进行复制，这个是我们这成员变量，我们现在需要把这个数据写入到我们的这个 buffer 里面，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这样。好，我们接下来处理其他的，同样的也是 game buffer 里面的。我们可以处理 word location 了。
word rotation， 还有一个速度。word velocity。然后还有一个加速度，我们需要在那个 movement component 中去获得 ，character 里面没有，所以我们再判断一下 ，if buffer 点 word acceleration 等于这样。好，那这个函数中做的事情就完成了。然后来到工作线程中，我们要在这边进行计算，我们要操作另一个 buffer。好，我们把这里改成 work buffer， 然后等于我们取另一个，然后我们开始计算 work buffer 点 word velocity 2D 等于，这个很简单，我们只需要把 word velocity 的 x 和 y 拿出来就好了。f factor 我们构建一下。哦，错了，我们把这两个取掉，然后这里不是直接使用这个，而是使用 buffer 里面的。像这样，我们继续把其他的也算出来。local velocity 这个 local velocity 的话，我们需要通过这个 word velocity， 然后以及我们角色的旋转值，意思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反向旋转一下角色当前的旋转值，就得到了我们本地空间中的一个速度。我们这样做 f rotator， 首先我们构建一个0 work buffer 点 word rotation 0，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在这个要轴上的旋转是被关心的，就我们只在垂直轴上进行旋转，因为我们的角色它的旋转是没有其他轴向的。然后我们把它反向旋转 on rotator vector， 然后值就是这个。哦，这边我们忘记了加上一个点1。好，我们下面计算一下加速度。
这个跟上面的做法是一样的。然后是 local 的加速度，和上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好，检查一下，应该是对的。接下来我们计算两个布尔值，这个就很简单。b has velocity to 0，等于叹号 work buffer 点 word velocity to d 点 is nearly zero。好，加速度。做个 buffer 点to d 点 is nearly zero。好，我们看看这里为什么有条红线啊？这个计算哦，这个值错的，这个是这个。好，我们编译一下看。没问题。现在我们两块的工作都完成了，接下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read index 交换一下。我们选择这个位置 native post evaluate animation， 也就是说在计算都完成之后，渲染之前去做这件事情。我们让我们的 current read index 等于它自己问号，不能这样写嘛？我写了个中文。问号就是如果它自己是1的话，那我们这边就等于0，然后冒号。如果它自己是0的话，我们就等于1。好，这样就把它给交换了一下。我们编译一下。好，我们检查一下。这边我们当时初始化了一下这个 word location， 现在按照这个写法之后，我们需要把两个 buffer 中的 word location 也给它初始化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个 buffer 中的 word location 等于 word location， 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第二个中也等于它。那我们现在打开 UE， 我们用我们自己创建好的这个数据去替换掉我们之前的那些临时设定。找到我们的这个事件图表，这些和这些我们都不需要了，我们直接删除。我们先把东西替换掉，再来删。好，看一下哪些地方会用到。这边起跳的规则，我们已经没有这个变量了。我们得到我们的速度，世界场景的速度 get world velocity to d， 哦，不是 to d， 这个我们获得这个，然后分割结构体引角，我们只需要这个 z 的速度。这样，好，这个看一下 is falling。哦，这边我们发现我们漏了这个运动模式的一个参数。就我们虽然可以用 y 轴的速度小于0来替代，但我们还是加一下会比较好。好，回去，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 C++ 中，在这个地方加一个这个叫 move mode， 然后它的类型我试一下，应该是 movement mode 嘛，是这个。然后我们叫它 move mode， 给它一个初始值。我们选一个，working 吧。这边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报错，让我们使用 t_enum s_bit 的形式。我们试一下。它的意思是我们需要这样写，那这个原始的这个枚举类型，它可能不是一个 blueprint type， 就它不能直接被报入给蓝图。好，我们这样转换一下，应该也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现在结构体中也需要它，我们复制一下。好，接下来我们处理一下两个函数的这部分。在第一个函数中，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 movement component 之后，才能拿到这么一个枚举。我们在这里 buffer 点 move mode 等于这个 component 点，我们直接等于。好，这个值我们也是直接获取就可以了，不需要经过计算，所以不需要在下面处理。
那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这个运动模式。我们来编译，重新打开。好，我们回到刚刚这个 falling 的位置，来在这个里面把这个删除 ，get move mode 等于找到掉落，编译。好，这个有了，这个有了，这个是自动规则，这个也一样。这个是在地面行走，这个也一样。好，这些规则我们都替换完之后，这几个就都删掉。我们来试一下。好，我们的功能都没有问题。这节我们就先到这里。